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中秋节福利，赵丽颖晒出精彩照片，被夸光荣有钱。事实确实证实了人们在幸福的事件中感觉很好，月亮和仲冬分点很清楚。以这种方式，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已经介绍了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综上所述，本赛季每一次机会来临，网友们都与大家同在，聚集在一起，这样您就可以享受与您所爱的人一样的感觉。所以对于工匠赵丽颖来说，我也和大家一起享受这个美好的季节。而作为工匠的赵丽颖也晒出了一堆自己可爱的照片给喜欢她的网友和粉丝。赵丽颖工作室发布了赵丽颖的中秋大片，画面中赵丽颖一头长发披上斗篷，很有个性，身穿素色宽肩吊带裙，手捧花朵，显得格外庄重精致。照片中的赵丽颖身穿白色吊带裙，显得妖娆。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工匠，赵丽颖的皮肤格外白皙，有着白皙美妙的地方，女神的那种。因此，她也似乎是一位女神，堪称最华丽的辣妈。更何况她身后是画风的重点，一朵朵玉树琼花，一侧是一只快乐的小鸟，真的是完全合乎情理。这样的环境感又勾勒出另一幅精彩的画面。网友们看完之后，我也同样惊呆了，认为她虽然是辣妈，但颜值和身材还是那么有钱。作为女神，赵丽颖已经分居1年多，作为母亲，她顺带关注着孩子们的成长。赵丽颖和前任虽然分居，但孩子是老实人，其实是以生活为中心的。出于孩子的考虑，赵丽颖有时会带着孩子去逛不完的地方。有时赵丽颖在忙碌了一天后去看望她的孩子，和她的孩子一起玩。考虑到所有因素，有时组织是最好的考虑因素。显然，无论是赵丽颖还是冯绍峰作为爸爸，夫妻俩都分工应对自己的孩子。作为女神的赵丽颖，分居后致力于职业提升，作品也层出不穷，其中有《谁是凶手》《万家福有非》《野蛮发展凤星》等。我们发现，作为一个工匠，他在他的演讲开始时就已经处理掉了绿色的味道。大约在那个时候，赵丽颖在《花千骨》《你知道吗》《楚乔传》《陆贞传奇》等。更何况，赵丽颖也是不同剧场版的常客，在拜托了、酷一点、平凡的垂直中国咖啡馆等。随着职业的不断进步，网友们都觉得赵丽颖又引入了另一个层次的职业提升。我相信她的未来会越来越好。02王一博2档央视节目中秋庆典，影视综艺全面萌芽，登上微博剧集明星榜最高点。9月的灿烂秋天，忙碌了1年的王一博开始收获丰硕的天然产品，并悄悄带来了一大堆振奋人心的消息。先是出现在设计杂志金9的头版，之后正式报道加入央视中秋庆典，再次与周冬雨合作。你以为这就是结局吗？然而他没有。以下央视财经权威报道王一博合作中秋佳节独树一帜的新鲜感悟，畅想了青春宇宙的航空形式。近来王一博的火爆程度非同一般，不仅他的主打《冰雨与烈火》获得了好评如潮，这嘻哈节目中还介绍了盛大派对的欢快片段。网友们也纷纷吐槽，单日4场独角戏见王一博，无疑是走到了微博综艺明星榜最高点的个人。参加各种热闹的节日，对王一博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今年的中秋庆典却有些独特，因为王一博一天参加了2次聚会，而且都是来自央视。不愧是为国献身的工匠，在重大庆典前尽其所能承担应有的义务。在今年的央视中秋联欢会上，王一博和周冬雨同框努力，并带来了旋律 This Life Is About Your Sing， 歌声悦耳温暖，触动人心，也为远道而来的同伴传递着友情。整个演示的动作同样极具想象力。房间和虚拟场景的3层感觉是从透视角度设置的，让2人在荷花湖中漫步时，
时而置身于一幅画中，时而构筑一个场景，整体画面充满创新感，同时又华丽又梦幻。而央视财经中秋节特色应用更是别具一格，邀请王一博向中国航天事业致敬，专心聆听中国航天员传授的飞天故事，看中国航天事业发现浩瀚宇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受邀嘉宾中，可能还有一位超级巨星王一博。这样的荣誉当然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随后，王一博演唱的航天专属版歌曲《青春宇宙》的专属版 MV 通过央视财经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合作发布，并在完整社区内额外发布应用程序。王一博用自己的声音承载着中国航天精神，向中国航天人致敬。众所周知，王一博主演的电影《天空之王》讲述了一个飞行员的故事。尽管征服蓝天的飞行员不像探索宇宙的宇航员，但他们都是为内心的另一面而不懈努力的人。正是因为他们默默的决心，航空事业才有了今天的蓬勃发展。庆典的精彩瞬间在目标市场上显然是难以忘怀的，然而从2场赛事的宣传开始，便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宣传画风，精彩的应用层出不穷。最得心应手的是王一博稳固的 C 位，尤其是在央视新闻中秋晚会的一连串故事中，王一博同样无处不在。从游客住宿工作室到神奇的剪影，再到采访和回答，事实证明，王一博入驻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也因此成为了央视对外宣传的代言人。当然，这个街舞的认可度也来自王一博。8.29至9.04微博综艺明星短视频中，王一博靠的是这个嘻哈整体表现惊艳，私服快片在微博全站被点赞超过8000万次，荣登群星榜榜首。最近，王一博可谓是影视综艺全面开花，好不容易堵上了陈宇的位置，登上了微博人物榜。他的电影《天空之王》和《无名》也在大力推广，预计国庆期间将满足目标市场。还有央视中秋晚会，前线防疫警察陈宇嘻哈客座主持人王编剧再次感谢王一博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间，为这个中秋节带来了这样的缤纷多彩。神秘礼物03，沉寂了2个月的袁冰妍终于有消息了。新剧中秋节推出了物质，看来她现在已经不再被封了。今年7月，对于女演员袁冰妍来说，一定是她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公司偷税漏税案被揭发，被罚款97.8万元。身为公司100%的股东，袁冰妍已经不能独善其身了，出类拔萃的职业在这一天又受到了冲击，私照一落千丈，口口相传。2020年，袁冰妍因在仙侠剧《琉璃》中的地位而名声大噪，而她一直坚持有消息来源考虑。今年前1、2内开播的礼服剧《祝你好运》，在排名和口碑方面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并因为平台第1年度班级戏剧。可以说，如果没有税收风波，袁冰妍的现值肯定会越来越高。事件曝光后，袁冰妍本人现已不再回应，但要求工作室麻烦发表道歉声明，承认接受处罚，并进行了深刻反省，并积极配合后续内部整改，并已支付所有的税收。而这个罚款是因为公司原因是未及时履行代扣代缴和价格责任。言外之意，原来袁冰妍现在已经不在乎税收了，是因为公司员工的疏忽。爸爸有这么多的培训 ST， 然而对于所有与税收有关的超级名人艺术家来说，他们的职业生涯正在等待着他们。成为第一曝光的范冰冰现在已经不再被点名和封禁，但真实来源却不如从前了。现在已经不方便拍戏了，但范冰冰也不能在众多的红毯活动，让网友们感叹没有范冰冰在内文娱的红毯看得太多了。但是袁冰妍的情况却是绝无仅有，可能是关心的数量并不总是太大，而且他正在积极纳税，所以袁冰妍现在已经不像之前那样了。他的私人账户和工作室账户仍然保留。
虽然职业受损是事实，但只要你的账号还在，还是有机会的。8月3日，袁冰妍在自己的账号上转发了一篇爱国更新。当时距离税务丑闻还有1个月。话虽如此，还是有不少恋人在此话区域内等待着袁冰妍，表示对她付出的无条件引导。如今2个月过去有余，袁冰妍依旧是沉默的状态。翻看她之前的账号动态，不是广告宣传，就是会时不时分享一些自己的生活日常，也算是一位营业比较积极的女星。再看看如今，一言不发，好似人间蒸发了一样。税务风波曝光前，袁冰妍才刚进组《狐妖小红娘》剧组，估计是刚围读完剧本、定完妆，准备开拍，却没想到就曝光了丑闻。而《狐妖小红娘》剧组也是及时止损，更换了袁冰妍，让郭晓婷顶替她这个女2号。此前更有消息称，袁冰妍和刘学义主演的《落花时节又逢君》恐被埋，还有知情人爆料该剧投资2个亿，如今都要打水漂了。一纸作品因袁冰妍的影响而无法播出。不过在中秋佳节这天，影视圈有很多待播剧都发了中秋新物料，像是杨幂跟徐凯主演的《爱的28定律》，还有任嘉伦跟李沁主演的《请君》，肖战跟任敏主演的《玉骨遥》，陈晓与古力娜扎主演的《无与伦比的美丽》等等。值得关注的是，袁冰妍与钟汉良主演的古装剧《倾城忆清欢》也在中秋这天发布了新物料，正是一张双人海报。若是该剧有意要将袁冰妍除名的话，大可以只发钟汉良一人的照片。这样来看，剧方还是没有放弃袁冰妍。这也是袁冰妍沉寂2个多月迎来的第一个好消息。看来《倾城忆清欢》顺利播出的可能性很大。从袁冰妍的账号一直保留至今就能知道，她其实并未被全面封杀，还有发声的机会。目前她的处境可能还很难，但若是作品能顺利播出，于她而言就是机会。无论如何，作品不是袁冰妍一个人的，还有其他人的辛苦付出，不该就这样被雪藏。希望有一天也能听到落花时节又逢君的好消息吧。